萨瓦迪卡，捧次格拉卡，印地到了，靠速长孔蒙。大家好，我是南城华先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聊在泰国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件东西，那么就是泰国驾照。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办理泰国驾照呢？就是可以合法上路，规避法律风险，还有保护自己的一些权益。就拿保险来说，我们经常会出门在外上一些旅行险、意外险，或者就是说汽车、摩托车的常规车险。那这些保险的生效条件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因素，就是您必须是合法上路驾驶的，也就是说您必须得有驾照，驾驶的车辆必须是有合法手续，这两项缺一不可。第二点呢，可以作为身份证明使用，因为泰国驾照上面有您的护照号码，也就是说有部分的功能可以代替护照作为身份证明使用。我个人来说呢，比如说我乘坐飞机去泰国其他地方住酒店，以及租摩托车等等等等，我都使用的是泰国驾照，几乎就没有带过护照。第三点呢，是可以申请1949年日内瓦公约和1968年维也纳公约的 IDP 国际驾照，也就是意味着您有了泰国驾照，可以申请国际驾照，那去很多国家的时候，您就直接拥有了驾驶资格，比如新日乡、德法英、奥加美、西班牙、土耳其等等等等，大约180个国家和地区，您都可以用这个 IDP 国际驾照。虽然我们说了3个优势，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可以合法上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前面我们说完了为什么要办理驾照，那我们下面跟大家聊一聊泰国驾照到底有几个类型。其实常见的泰国驾照呢有2种，一种是2年的临时驾照，还有一种是5年的长期驾照。这2种驾照有什么区别呢？我个人认为，实际上一个是2年有效期，一个是5年有效期。然后另外呢，只有您拥有5年驾照之后，才可以更换刚才说的 IDP 国际驾照，这个是他们的一点小区别了。这个准驾车型呢分2种，一个是摩托车，还有一个是汽车。但是这个摩托车呢和咱们国内不一样，因为国内其实是分3轮摩托车还是2轮摩托车，咱这边不分，这边只是摩托车驾照。那么汽车驾照呢又包含了3种准驾车型，小型轿车、皮卡车还有客车。但是这个客车呢，我个人的理解应该不是那个大巴车，而是我们常见的10座、12座左右的那样的中巴的那种客车。具体呢我就不太了解了，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也欢迎在评论区下边帮忙留个言。前面跟大家聊完了这个驾照种类呢，我相信您也对泰国驾照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但是有的朋友就是说，我到底能不能申请泰国驾照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签证是免签，我的签证是学习签啊，我的签证是陪读签等等等等。不管您各种签证啊，都可以申请泰国驾照。但是其中免签、落地签以及旅游签，也就是说 TR 类的签证，这里边只能申请2年的临时驾照，不能更换为5年的长期驾照。其他所有的签证类型都可以更换5年的长期驾照。大家已经了解了驾照的种类了，又了解我能不能申请驾照了，那么后边一定就是怎么申请驾照，我申请驾照都用什么东西。别着急，我会一点一点给您介绍清楚。我们先说说所需要的材料，因为申请泰国驾照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呢，所需要材料可能有一点小差别，但是呢，我已经把它分别的整理出来了，所以我们先介绍这个通用的材料，后边每一种不同呢，我们再分别给大家介绍。不管您用任何方式申请，都需要这些通用的材料。第一个呢是护照，第二个呢是 TM30。如果您对 TM30不太了解，您可以看一看我之前做的 TM30以及住址证明的那一期视频，一定可以帮助到您。然后就是居住证明。居住证明其实也就是地址证明，但是呢，居住证明又分为3种。我们说的住址证明呢，实际上是移民局开具有效期30天的住址证明，这个是我们大家最常用的。那么其实呢，还有2种，有一种呢是泰国大使馆开的1年有效期的您的地址相关的信息证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如果您在这边工作的话，其实工作证明上面如果有当前的居住地信息，需要原件和复印件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通常用的是移民局开具30天有效期的住址证明。然后我们需要准备护照的首页复印件、护照入境章的复印件、签证打印出来打印件、体检证明，然后还有泰铢。泰铢呢是摩托车105泰铢，汽车205泰铢。我为什么会把泰铢放在这些需要准备的材料里呢？因为不管你用任何方式申请这个泰国驾照，这个摩托车105泰铢，还有汽车的205泰铢，它是铁打不变的。说完了通用办理材料呢，我们后边再给大家说一说不同的办理方式所需要的不同材料。我们首先先说一下双认证更换驾照，那需要本国驾照的公证以及泰国领事馆的认证
这个双认证的文件以及翻译件。具体的办理方式呢，我们在后边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在这边先简单给大家过一下。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国际驾照 IDP 换取，也就是说您已经拥有 IDP 国际驾照了，那么您就需要国际驾照的原件以及复印件。说完这两种方式需要准备的材料呢，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我是2年有效期驾照，我要更换5年长期驾照，怎么换呢？那么就是我刚刚给您说的通用材料那些，再加上您原本的2年驾照原件以及505泰铢，怎么样？简单吧？那么刚刚也说过了，有了5年的长期驾照就可以申请 IDP 国际驾照了，对吧？那申请国际驾照需要什么呢？需要您5年驾照的原件以及复印件，需要2张6个月以内的2寸免冠照片，还有505泰铢。我们刚才已经把所有近乎办理方式所需要准备的材料给大家罗列出来。在这里呢，也希望您可以收藏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助到您。那么我们说完了这些准备材料之后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办理泰国驾照。通常我们办理泰国驾照呢有3种方式。第一个我要说的呢是以双认证的方式更换泰国驾照。通过双认证的方式获取泰国驾照呢，它的优势是在泰国这一边的手续比较简单，仅需要看1小时的相关的交通法规的视频，以及做一些比如色盲测试等等等等，然后把文件递交就可以获取泰国驾照了。另外一个优势呢，双认证在我接下来要说的几种获取驾照的方式中呢，属于价格适中的一种，但是呢，它也有劣势的地方。比如说，我想在泰国获取摩托车以及汽车的驾照，那么我在我的国家就必须拥有摩托车和汽车的驾照，它才能给您认证，您才能更换。比如说您只有汽车驾照，来了这边呢，摩托车比较方便，我又需要个摩托车的驾照，那这个时候呢，您用双认证的方式就获取不了摩托车驾照，这也是它的劣势所在。下面我们简单说一说双认证如何办理。其实双认证办理呢，我把它分为2部分，它有一部分呢是在国内，有一部分呢是在泰国。我们先说一说国内部分，因为我自己个人呢是在北京，每个地区呢会有不同，所以以下说的这种办理流程呢以及价格呢会有一些细微的差距，但是大差不差。我们在国内呢要拿着您的驾照原件去公证处做公证以及翻译，在翻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翻译成泰语，也可以翻译成英语。这份公证以及翻译文件我们需要2份，后边我们会说到用。在北京呢，我这2份文件的价格呢是在160块钱人民币。当然，每个公证处以及您地区可能会有区别，所以您的费用可能会不等。这里边只是给您做一个参考。接下来的5到10个工作日，您就会收到这份公证以及翻译的文件了。当我拿到这份公证文件之后呢，我就去了领事服务中心。各个地区的领事服务中心办理流程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您咨询您当地的领事服务中心。但是在北京的朋友呢，您可以上支付宝搜索领事服务中心小程序，在上边呢把公证书上面的内容、公证文件啊、公证号啊、公证员啊等等这些信息填报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审核，审核之后呢会让您缴费，缴费之后您可以选择我是在线办理还是去现场办理，那都可以。如果您去现场办理呢，是在朝阳门外丰联广场。如果您想线上办理呢，就是通过邮寄的方式给它邮寄过去。但是这2种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比如您去现场办理，取的时候也得在现场取。如果您通过邮寄办理呢，就是您可以留一个地址，它会给您快递回来。这就是它之前的区别。所以怎么办理呢？依据您个人选择就可以了。这个过程需要等待时间呢，大概是2周到4周，所以时间上来说呢，还是比较长。在北京办理领事认证需要付525元人民币，那么我们刚刚加上在公证处的费用，我在北京办理双认证的费用就是685元人民币。当然，这还是刚刚说的，每个地区的价格或者是办理方式会略有差别，需要您详细咨询您当地的机构。好，我们说完了如何自己办理双认证呢，其实还有一种简单的方式，也就是通过中介办理。中介办理的费用可能大概在900人民币左右，您看可能比我刚刚自己办理贵了200多块钱人民币，但是好处就是您可以什么都不用跑，几乎就是把所需要的资料传给他，剩下的事情就完全交给人家办，您只需要等着收。但是中介并不能加快您办理的速度，因为速度实际上最慢的速度是在领事认证那一个步骤，领事认证要看领事馆那边，所以说呢，它是加急不了的。他唯一能给您做的就是免去您跑来跑去啊，以及您手续不了解，他会帮您把它办了。说白了就是找人给您跑个腿儿，把这给您办了。我补充一点啊，最开始为什么让您公证时候做2份文件呢？
因为在领事认证过程中呢，他会收走一份文件作为留存，最后给您返还的是一份文件。如果您只做了一份文件呢，在领事认证环节会出问题。所以双认证之前做的公证文件一定是2份啊，2份。然后国内部分办完了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双认证文件带到泰国来，加上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通用材料以及双认证这个文件的原件，我们就可以直接到交通局去申请驾照了。交通局呢，一般会有一个外国人专用的窗口，您直接把这些材料递交给他申请就可以了。这里边有一件事儿，我要特意跟您说明一下，不需要预约，不需要预约，不需要预约。重要的事儿说3遍。那么最快呢，一般当天就可以获取泰国驾照。那么双认证的总共费用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算一下，685元人民币，500泰铢住址证明，以及105和205的摩托车和汽车驾照的工本费。那我们加起来算一下，大概就是3900泰铢左右，我们就拿到了泰国的摩托车以及汽车的驾照。那有的朋友问了，办理住址证明不是60泰铢吗？怎么这里边我算500泰铢呢？对，因为我们办理双认证换取这个泰国驾照，就是图一个简单、省时、省力。所以我们到了泰国来，我相信不会有人再等20多天，然后再拿到那个住址证明再去换驾照吧。几乎都是到了泰国之后，很快就会把泰国驾照拿到手。所以呢，在这里边这500铢呢，可能就省不了，加速就加速吧。说完这个双认证换取泰国驾照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个自己考取驾照。自己考取驾照呢，又分了2种方式，一种呢是报名驾校。还有一种呢是自行前往交通局考试。我们先说说这个报名驾校啊，报名驾校就很简单了，您拿着钱去驾校报名就可以了。大概的价格就是摩托车1000泰铢，汽车呢是5000泰铢。如果您需要中文学习，摩托车呢大概是2000泰铢，汽车呢大概是6000泰铢。然后报完名，您就参加正常的学习考试就可以了。那么通过驾校报名获取泰国驾照需要多少费用呢？那么也就是刚刚说的1000铢加5000铢加60铢。加310铢下来呢，就是6370泰铢。这个呢是英文的学习和考试。如果需要中文的呢，那么就是再加2000铢，也就是8370泰铢。说完了这边的费用呢，有的朋友可能又会有疑问了，为什么这里的住址证明又不是500铢，又是60铢了呢？因为您报名驾照开始、等待学习以及预约考试的这个期间比较漫长，所以您就没有必要去加那个几。正常花60泰铢办理的住址证明，可能时间刚好能卡到您需要考试的那个时间，所以就不需要多花那些钱了。然后我们说一说自行前往交通局去考取泰国驾照，这也是我个人最推荐的一种方式。为什么来说呢？它这里边的性价比非常之高，我们只需要花105泰铢的摩托车工本费以及205泰铢的汽车工本费，别的费用有一个60铢的住址证明没了。我们仅花几百泰铢就把它拿到手了。另外呢，有很多朋友会担心考试不通过怎么办呢？考试不通过90天以内是可以无限次重考，而且您在拿驾照之前是不需要花任何费用的，只有您通过了之后才会付刚刚提到的工本费。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考驾照的一个大致的流程。拿着我们刚才前面说的通用材料，就不需要别的了啊！通用材料里边所有东西已经包含了自己考试所需要的所有材料。带着我们刚刚说的通用材料去交通局外国人服务窗口，每个交通局几乎都有这个外国人专用的服务窗口。在下边呢，我会以清迈为例，因为我生活在清迈，其他的服务我不太清楚，但一定也有这个外国人专用的窗口。清迈的外国人服务窗口呢，在交通局2楼的27号窗口。把材料直接交给他，他就会给您预约学习和考试的时间。刨去等待预约的时间呢，总共时间需要2天。一般第1天是学习，第2天是考试。在等待学习和考试这段时间呢，您可以在家里边看一看相关的文档，以及刷一刷题库，以便于后边比较轻松的操作。如果您找不到这个学习资料呢，您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下邮箱，我会通过邮件发给您。到了预约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去到交通局。去到交通局呢，我们会做几件事儿。第一个呢，我们需要录入指纹，右手食指指纹。第二个呢，我们要做一个色盲测试，也就是它会有一个色板，色板上有很多花的颜色，它会指一个颜色，你能说出它的颜色是什么。然后还会做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反应测试，比如说踩踏板、踩刹车、油门、踏板。那么第1天的时间大概有6个小时，其中有2个小时左右呢是在看视频，剩下的时间呢都是工作人员在给您讲解如何考试。
啊，考试的注意事项等等等等等等。其实那一天呢，就算学习一天吧。在第一天的时候呢，会跟您确认您需要考试的时候选择语言，您可以选择英文或者中文，那么就根据您的个人情况去选择您需要考试时候的语言。选择英文呢，您在考试的时候呢就是全英文界面；选择中文呢，您在考试的时候呢题和答案就全部都是中文。在第一天的学习和培训结束之后呢，会收到一个考试号码。这个考试号码我们第二天考试的时候会用到。那么第二天考试的时候呢，拿着您的考试号码到了交通局，通常一般都是上午进行笔试，下午进行路考实操。那么进行笔试的时候呢，就会用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考试号。因为考试是在电脑上考试，所以我们要通过昨天收到的那个考试号来登录系统。登录完系统之后呢，第一件事我们要选择考试的语言。虽然您昨天已经选择了，我选择英文或者中文，但是今天您也一定要选择和昨天选择是相对应的语言。如果您选择的语言第一天培训的时候和第二天考试的时候是不一样，那么系统会出现问题，会影响到您的考试。所以这个语言一定要选择一致。比如说昨天是英文，今天还是英文；昨天是中文，今天还是中文，不能交叉，不能改变。如果改变，系统出问题。耽误您自己的时间。在选择完语言之后呢，我们会又看到两个选项。为什么会看到两项啊？如果您只报名了摩托车或者只报名汽车，那么就没有这个选项，只有一个选项了。因为这两个选项，一个是摩托车，一个是汽车，然后您需要选择其中一项进行考试。不要紧啊，其实选哪个都一样，因为您考完了第一遍之后呢，可以退出系统，再次登录，然后选择另外一项继续考试。也就是说，在上午这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边呢，您可以把摩托车和汽车全部考完。我们实测做得快的时候，可能10几分钟就做完一遍。如果您做题熟练了之后呢，我相信在40分钟左右，您可以把汽车、摩托车的2个笔试全部考完。因为是当场出成绩，所以您就是考完之后，您就会知道您的分数。一共50道题，超过45分，也就是对45道题，您就可以通过考试。通过考试，您就可以去预约路考。如果没有通过考试，您可以现场预约下一次补考的时间。如果笔试通过了，您会拿着您的考试资料去到实操的考试场。考试场在出了交通局这个楼右前方，您会看到有个岔路进去，然后再往里走，您就一眼就能看到那边了，那边就是考试场。如果您只考摩托车呢，后边的手续就比较简单。如果您需要汽车和摩托车一起考呢，就要注意一个时间节点，因为摩托车每天有3场考试，早上起来的8点半。中午的12点半以及下午的2点半。那么汽车呢，每天只有1场考试，需要在中午12点半之前预约考试，下午1点开始考试。所以您就要合理的安排一下时间。以清迈为例呢，我们是在中午12点递交了汽车考试的资料，预约下午要考汽车，1点开始考试。因为考试的人比较多，按顺序去考试，在最后呢，可能是在2点10分、2点15之后就考完了路考。当然，这中间有很多的是等待的时间啊。考完了之后呢，会告诉考官我们继续要考摩托车，所以我们就直接参加了下午2点半的摩托车考试。也就是说，如果您同时考，您就需要先考汽车，后考摩托车；如果您只需要考摩托车，那您就直接考摩托车；如果只需要考汽车，就直接考汽车就可以了，就不用注意这个时间顺序。然后我们说一说这个考试的内容。关于摩托车的考试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简单的。主要考的内容有几点：5个交通标识，可能有什么右转啊、停车啊、减速啊等等等等，这个5种交通标识。然后呢，需要有一个绕桩，它桩筒的距离呢离得非常远。我相信正常只要您能骑起来摩托车，绕那个桩都不费劲啊。最后一项考试呢，就是过单边桥。单边桥呢很宽，我目测占一般摩托车轮胎，就是踏板车的那样的宽度的轮胎吧。1/3左右，所以就是这个桥很宽，不是一个窄的，也不是很高，它只比地面高出一小点的距离，所以说就很好通过。正常来说，以我的观察，只要您把摩托车跟着这个队伍骑出去了，又骑回来了，那您就通过了。因为摩托车考试之前是排队行驶，一个排队，然后也是一个回来，它都不单独记号。也不用有其他的操作，只是考官看着您骑完一圈就 OK 了。所以摩托车考试对于只要您会骑摩托车，或者说骑过一些摩托车来说，那就很简单。说完了摩托车呢，我们再说说这个汽车考试。汽车考试呢，还是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第一点呢，是汽车考试呢，不像摩托车一样，摩托车不是开一圈就停回来了吗？但是汽车需要每一个考试之前刷卡，这张卡呢是在您
考试之前考官会发给您，跟您是相对应的。刷完卡之后开始考试，每一项考试刷一次，一共3项。当您刷完卡之后，他在监控里、视频里就可以看到您这个考试项目是否通过，每一项给您评分了。第一项考试是窄路前进倒退，这个比较简单啊，就是把车开过了标识线，车尾开过标识线，倒车车头回来标识线，这一项就通过了。难的可能在第2个和第3个。第2个呢是右转靠左侧停车。那你想，右转靠左侧停车有什么难呢？不就开过去右转靠左侧停车吗？这上面折的人非常多，他要求您右转之后靠左侧停车，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他要求车轮离这个路肩不能超过25公分。您说25厘米也不难呀，确实是不难，但是您可以试一下，其实您要真卡着25厘米也没那么简单。然后有一个小技巧在哪儿呢？就是转过去之后呢，在路肩旁边还会有一条白线，把车轮压在那条白线上，您几乎就100%通过了。但是除了这个要求，还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车头前边还有2条停车线，这样2条停车线，您车头呢要过第1条停车线，不能过第2条停车线，但是车轮又不能压到第1条停车线。所以说这个2个条件叠加在一起呢，就可能稍微有一点难度。但是您在考试之前稍微针对性的练一下，我觉得通过还是没有问题的。第3项考试呢是侧方位停车。侧方位停车呢，真是在侧面是有一个车位出来的，但不是搁的杆啊，它是有路肩的，拿路肩给您凹出来这么一块地儿。你要开过这个车位再倒回来，这个过程中有7次的换挡机会，也就是揉7把，可以揉7把。倒进去呢，要把车放正，完全在这个停车线里边，不能碰到路肩，不能碰到其他一些杆啊什么东西，然后再开出来就算通过了。因为这个考试呢是开您自己车去，如果您对这个方位掌握不太清晰，您车上又恰巧有倒车影像，其实这一项考试也很好通过吧。如果通过之后，那么恭喜您，您可以拿着您的这些文件回到交通局的这个办事窗口，直接办理驾照就可以了，当天就可以领取驾照。如果您没有通过，当场可以预约下一次的考试时间，一般实操的补考时间在您当天考试后的3个工作日之后才可以预约。对于路考呢，有一点也要补充的，就是不论是摩托车还是汽车，您进行路考都要开着自己的车去。如果您自己现在还没有购买摩托车呢，其实可以考虑租一辆摩托车，也是很方便的。但是租呢，您要提前租好，现场呢是不能租的。如果您汽车暂时还没有购买呢，也不要紧，在现场是可以租赁汽车进行考试的。但是摩托车没有，摩托车您要提前准备。现场租赁这个汽车呢是500泰铢，直至您考试通过。比如说您第1次考试没通过，那没关系，下次补考的时候还可以用它这辆汽车。而且我相信，除了清迈，每个考试场都能租这个汽车。如果您租了这个车之后呢，不仅能给您提供一个考试的车辆，还会有一种神奇的方式，能让您更加顺利的通过考试。在学习和考试的过程中，您会发现很多情况都是泰国人先做，外国人再做，泰国人先考，外国人再考。您可千万别认为这是区别对待。后边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做，实际上是因为让泰国人先做示范，告诉咱们外国人如何进行考试，然后咱们看了人家怎么做，咱们照着做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也是照顾外国人的地方。然后我们说完了自行进行报名考试之后呢，我们现在说一说第3种获取泰国驾照的方式，就是您有 IDP 国际驾照。那么实际上就跟双认证的流程几乎一样，准备完通用资料之后，拿着 IDP 国际驾照原件、复印件去交通局的外国人服务窗口直接递交资料，然后换取驾照就可以了。我们前面几乎把所有首次获取驾照的方式都已经给您介绍了。如果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一一进行解答。我们后边说一说如何更换2年到5年的驾照，实际上非常简单，还是拿着刚刚说的那些通用材料。您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说那是通用材料了吧？因为您干什么都需要那些通用材料。拿着通用材料之后，再拿着您的2年临时驾照的原件去交通局窗口进行更换，也是当天就可以更换了，不需要预约，不需要预约，不需要预约。再说一遍啊，不需要预约。这些不需要预约都是我个人实测得来的。更换的时间范围呢，是您首次获得驾照的1年后到2年内都可以更换这个5年的长期驾照。所以说2年后5年驾照还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我们前边整理了通用材料。
另外一点呢，从2年驾照换5年驾照的同时呢，您就可以申请这个 IDP 国际驾照。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申请 IDP 国际驾照需要有5年的长期驾照。您既然已经获得了这5年驾照呢，当时您就可以申请这个国际驾照了。但是国际驾照的有效期呢是1年。所以呢，您根据您的出行时间和实际情况来选择什么时候更换这个 IDP 国际驾照。我们说完了整体的办理流程呢，后边我们想聊一聊办理泰国驾照是否需要预约，是线上预约呢，还是线下预约？首先呢，这里边又分几种情况，也是说了新领取驾照和更换驾照。刚刚也说了，2年换5年驾照实际上是不需要预约的，双认证换泰国驾照也是不需要预约的。如果您是新申请的驾照，不管您是报驾校也好，还是自行报考，都需要预约。报驾校之后呢，可能会驾校帮您预约；如果没报驾校呢，可能您需要自行预约。自行预约就说了，刚刚说了2种情况，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线上预约呢，您就可以登录泰国 DLT 陆运交通局的一个 APP， 在那上面呢就可以预约学习和考试的时间。如果线下呢，您就直接拿着资料去外国人服务窗口就可以了。但是这里边呢，除了一种情况之外呢，我强烈不推荐您使用线上预约。哪种情况呢？就是我本身现在在国内，我可能过2个月去泰国，而且我能确定去泰国的时间，我又能确定这个什么时候能获得我的这个住址证明，这些时间节点我都确定好了，我可以提前进行预约。否则的话，我都建议您现场预约。为什么呢？是因为泰国现在大力度的去普及这个交通安全以及法律法规，原本有很多没有泰国驾照的泰国人都在现在要进行考试。而泰国陆运交通局这个 DLT 的这个系统呢，又是每一个泰国人报名考试时候需要用的系统。这一点其实有点像在以前公司里边新出了一个业务的小程序，那么要求每个部门都使这个业务的小程序，在推广期，所以每一个泰国人在考驾照的时候呢，都需要用这个 DLT 系统预约，所以您会排队的时间非常长。我们实际测试就是，如果用 DLT 预约呢，我需要等1个月以后，甚至更长。如果我们现场预约呢，可能就等了几天、10天，大概这样的时间，节省了1/3左右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 DLT 上边没有外国人服务专项，您是跟所有泰国人一起排队在上面预约的。而您自己去交通局现场去预约呢，是有一个外国人专门的服务窗口，您只需要跟所有外国人在一起排队就可以了。所以说呢，除了我刚刚说的那一种情况之外，极其不建议您用 DLT 这个线上系统，完全没有必要。但是有一点，除了 DLT 这个预约系统呢，还有一个 DLT license， 也就是说您获得了泰国驾照之后，您可以上这个软件里边获取泰国的电子驾照。那么出门的时候您就不需要带着实体驾照，用电子驾照就可以走遍泰国。泰国的交通警察都是认这个电子驾照的。好了，今天已经把泰国驾照绝大部分信息已经都给您讲清楚了。如果您还有不知道，那么请评论区留言，我会一一解答。我们总结一下，泰国驾照的种类一共分2种，一个是2年的临时驾照，一个是5年的长期驾照。如果您不更换 IDP 国际驾照，那么使用2年和5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驾照的准驾车型呢，主要分2种，一种是摩托车，一种是汽车。申请驾照的方式呢有3种：双认证、IDP 国际驾照更换以及自行报考。自行报考呢又分2种，一种是报名驾校，一种是自行考试。如果您在国内的时间比较充裕，又想省心省力，不在乎花一点点钱，我强烈建议您使用双认证去换取驾照，这个是最省时省力省心的一种方式。如果您在泰国的时间比较充裕，又想追求一种性价比的方式，我强烈建议您自行报考。这里边最不推荐的方式，实际上就是报名驾校学习考试。因为不论您是报考驾校还是自行去交通局考试，您最后都需要自己去看题库，自己刷题库，自己实际路考，这里边完全是一致的，没有太多的区别。可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因为我报名驾校了，我一定能考过。很多朋友最后还是使用了神奇的方式拿到了驾照。那么我刚刚介绍了，在交通局考试500泰铢您租个车，也是神奇的方式拿到了驾照。所以说，报名驾校比不报名驾校贵了将近2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价格的巨大差异，我是极其不推荐您报名驾校的。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您真的不会开车，又不了解泰国的法律法规，那么我强烈建议您去驾校学习一些驾驶技能，学习一些法律法规，这样一定会有帮助于您。
但是同时我又不建议您去那些为了拿驾照而学习的驾校，那只是拿了个驾照，您学了个寂寞。这里边我会推荐您去本田安驾培训中心，因为那个地方呢是以安全驾驶为目的的培训，不论您通过什么方式，最后都祝您顺利的取得泰国驾照，安全出行，幸福美满。我是南城华先生，萨瓦迪卡，再见。